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我们看到昨天美股出现了一个0.68%的快速下跌，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已经在6月2日的这一天看到了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的3根 K 线有阴线、有阳线、有十字星，这3根 K 线呢，我们认为是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方向趋势的一个判断。但行情最终走出了一个8阶阳线组合沙僧阳线。沙僧阳线走出来之后，我们看到6月14日的这个回调动作，回调动作发出的原因呢是美国在取消加息之后，鲍威尔又将发生说这个月取消加息，但是在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加息，这样的一个鸽派声音，让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动作。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这根阴线仍然处在一个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8阶阳线并没有被昨天的阴线杀死。因此呢，对美股来说，虽然有了这个阴线的调整，但它的整体趋势在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依旧存活的情况下，上方依然有可能出现这个沙僧阳线的复活和唐僧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上方已经走出了4次等位置的波峰。根据江恩的等位置波峰定律，很容易出现突破34762前面12月份高点、22年12月份高点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昨天晚间由于消息面导致的回调动作，那么在今天来看，仅仅是一个回调。那么行情依旧可能继续上行，最终走出新高，重启美股的牛市。那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数字货币当中的以太坊目前呢，在昨天美股调整的这个状态下，以太坊出现了一个领跌，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在4月19日的这一天看到了一个以太坊，注意看以太坊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然后走8阶阴线组，直到昨天行情突然把这个沙僧阴线走出来，也就是说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了下跌西游当中的沙僧阴线。那么再往下走呢，可能会走出唐僧阴线。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呢是$1600，很快就要到了。那么为什么以太坊会出现领跌呢？我们看到以太坊是它的跌速呢是快于比特币的那么分析这一点，一定要回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上来。在这个交易对当中，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0.066附近的这个支撑位是起到了一定效果的。我们看到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位在0.066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支撑位到达之后，行情出现了一个反弹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反弹到上方，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白色线画出的一个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呢是由22年11月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我一直提示以太坊将要面临对比特币的一个急速下跌。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它的急速下跌过程已经完成，并且目前重新回到了0.066附近，这个位置上是有一定支撑的。所以呢，在短时间内在特别是小时线到4小时级别上，有可能出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出现走强的行情。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以太坊目前已经相对于 USDT 走出了一个沙僧阴线，所以呢，它走出唐僧阴线的概率正在加大。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直提到了是在4月17日这几天以太坊同步了比特币走出悟空阴线，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上，已经走到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势力范围，因此呢，下方走周线级别唐僧阴线到达$1600很容易出现。如果一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到达$1600，我们将要看到与上涨为之呼应的对称性的涨跌将在这里出现，也就是说，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的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将让以太坊重新回到$1600附近。那么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在6月5日的这一天，我们就看到比特币跌破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我们看到上方蓝色线是这个波峰连线，下方红色线是波谷连线去掉这个辅助线这样的结构，我们认为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将要发生什么呢？将要发生变盘。6月5日的这一天就是变盘发生的这个 K 线，这根 K 线下跌幅度非常巨大，虽然后方出现了一个对称性的反弹，但悟空阴线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所以呢，我反复提及，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就有可能走出8阶阴线。那么对于比特币日线结构来说，那么下方可能会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目前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就是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5日均线、10日均线正在下穿11440均线和169均线，并且呢，当前日线级别的 K 线已经跌破了11440均线。如果$25,000支撑不住，下方可能就会跌破169均线之后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完成它的一整轮的日线级别下跌洗油。那么在行情当中，这轮下跌呢是与3月份的上涨相互对称的。在行情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情况下会走出这样的回补动作。那么回补动作是怎样发生的呢？就是在拉升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急速拉升产生了筹码空缺。这种筹码空缺呢，在行情的一定阶段运行到一定阶段，就要通过下跌来回补。上涨呢是通过下跌来回补，那下跌呢是要通过上涨来回补。反复回补之后最终呢找了一个可支撑的位置，行情重新启动。那么这轮行情如果能够发生周线级别的调整的话最终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是在$22,000附近。$22,000呢是由20年8月份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目前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已经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组、八剑阴线、沙僧阴线。那么下方如果能够出现极端行情、急速下跌唐僧阴线，就有可能到达$22,000就这一点呢，无论它怎样波动，我们认为行情当中是有腰过 K 线的，有干扰性的 K 线的，但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下跌 K 线，标志性的下跌 K 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就容易走持续性的下跌就这一点来说，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看前面行情当中，在1月初的行情当中，看到了一个上涨的悟空阳线。那么这个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就发生了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和上涨类似的是，走出4月17日的悟空阴线之后，就有可能走八戒阴线、沙僧阴线这两个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呢，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下方就有可能走出唐僧阴线所以呢，多头是可以有一定观察仓的，但一定要谨慎。对于空头来说呢，目前是持续获利的状态。那么就在早间时候有几个粉丝一直在持续的问我这个我的仓位该怎么办我说你当时进场的时候一定要低倍然后考虑止损，辨别方向再进场。那么在昨天呢我们的有一个学员就是开了以太坊的多单他认为这个加息停止加息之后，以太坊将会迎来一波上涨，但他60倍合约去开单之后没有设置止损在鲍威尔发生鹰派言论之后，行情迅速下跌60倍杠杆的情况下，它亏损本金亏损大概在70%。那你这个时候来问我任何人都没有回天之力除非你有很大的资金去不断的补充你的保证金。那么我给出的建议就是如果能够出现反弹，对于以太坊来说出现反弹回补当前下跌形成的一个缺口，那在$1680附近就要出逃，因为回补呢往往回补不到前面行情当中震荡过程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回补不到上方的位置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出逃的策略反弹之后保本出逃的策略。那么如果行情持续下跌的话，一定要判断前低附近那么我们就给出了一个$1640附近前低附近的这个位置设置一个保留现有的仓位进行一个止损所以说呢，通过这一则案例我认为无论你是多少倍杠杆也好多大本金也好，你的本金是命一定要保命的前提下再提获利。所以进场之后一定要设置一个合理的能够接受的止损，在设置止损之后再开仓进场特别是在晚间一般晚间呢有的人一激动就开仓了，开仓不设止损就睡觉去了一醒来之后发现仓位没了，或者仓位大幅度受到损失那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未来交易的心态是非常不好的因此呢建议大家伙一定要严格执行设置止损，分仓进场，小仓位低倍才是在市场当中以小博大最终能赚到趋势行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需要严格止损的一个法则。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对于这个次主流币种 UNI 来说出现了一定的上涨行情。那么这个上涨呢
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持续性，但是它的位置非常关键。我们一直在 K 线稀有战法当中提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位置和趋势啊，即使你单点进场也好，还是分仓进场也好啊，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对于 UNI 来说，我们看到啊，它已经是提前于比特币，提前于以太坊啊，跌破了从22年7月份到23年4月份啊，长达1年半的一个底部平台。底部平台跌破之后，那么目前它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黄金坑的位置。那么下方呢，它的空间啊，无论如何都是不大的啊。但是底部位置你如果有仓位的话，未来从焦点后方反弹上去，你就会吃到至少2倍以上的利润。那么对于 UNI 来说，我认为它如果牛市重启的话，至少有20倍的利润啊。所以呢，对于 UNI 来说啊，它目前处在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啊，建议布局，建议分仓进场。那么我们来看啊，粉丝朋友问我的 CRV 啊，这是会员频道啊，有粉丝去提问的，这里做一个解读啊。首先呢，目前对于 CRV 来说，在行情当中它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痛点，就是0.5美金附近。对于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20年打到这个位置上了，然后形成了一个第一次的波谷。第一次波谷形成之后，目前正处在第4次波谷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行情走到 CRV 啊这个位置上之后啊，它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那么根据这个定律，我们看到底部虽然形成了一个水平的一个支撑线，但这个位置在4次波谷形成之后，非常容易发生跌破，跌破之后才会进入到行情当中的一个黄金坑啊。那么行情对于周线级别的 CRV 来说，我们看到啊，4月17日这一天，为什么说4月17日呢？它同步了比特币，同步了以太坊。4月17日这一周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走到这里面走出了8根阴线、上升阴线。那么对于周线级别的 CRV 来说，它还缺一根周线级别的下跌阴线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啊，本轮行情 CRV 的反弹力度啊，这轮行情它的反弹力度啊，虽然有2倍啊，但是相对于很多山寨币也是弱势的。它虽然是公链，但是不是热点啊。因此呢，想操作 CRV 多头的话，或者是现货的话，你一定要有耐心去等待啊。同时呢，我们看啊，对于 CRV 来说，它的结构啊显得非常复杂，不容易找到规律。因此呢，它对于 UNI 来说，我认为 UNI 啊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易标的啊，特别是我们看到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了，下方就是黄金坑。而 CRV 我们看到它在周线上的结构都非常复杂，那日线结构上我们看到它之前的这个收敛三角形跌破了，虽然相对于0.8美金来说，它进入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黄金坑的位置啊，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在更大的时间周期上啊，在周线的这个时间周期上，它还有一个下跌空间，周线级别的黄金坑啊，它还没有出现啊，因此呢，目前对于 CRV 来说，它处于一个非常明显的周线级别下跌细流，走到哪儿呢？走到沙僧阴线的这个位置，下方有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啊。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啊，它容易走出一个新低，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啊，因此呢，不建议啊，目前不建议对 CRV 进行抄底。但是 UNI 不同 ，UNI 结构比较简单啊，在日线级别上经历了长期震荡之后，形成了一个底部平台，非常明显的底部平台，跌破之后就进入到了黄金坑的区域啊。所以呢，这个粉丝问的问题非常好啊，都是一个公链啊，都是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这个平台币啊，但是呢各有不同，一定要辩证的分析。为什么今天 CRV 出现11%的领跌 ，UNI 不怎么跌了呢？啊，我们看啊，上方显示 UNI 跌了0.79%，CRV 跌了11.4%，原因就是 CRV 正在面临大时间级别的黄金坑，正在往下走，但 UNI 目前在日线级别上，在周线级别上已经落入到黄金坑的位置，落入到可以操作的一个区域。那在这个区域上，超级主力它也不傻啊，它一定会在这里面啊慢慢的布局。因此呢，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微观行情上，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今天 UNI 啊它的跌幅已经不是很大了，甚至是强势于以太坊。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找到购买链接。感谢大家，再见。